不止如此，现在新度幸存的人类正在为夏言肃立金身献上信仰。眼下竟然主动出击信度，还诛杀了主神梵天，夺取信众的信仰。报！冥王哈迪斯神魂俱灭，整个冥界覆灭了。你说什么？冥界战场何其重要，怎么可能？千年前的诸神之战，炎夏虽强，却也只是惨胜。如今短短一夜，连斩2位6道主神，甚至覆灭了整个冥界。他到底掌握了什么力量？是上古的境界之术，还是唤醒了更古老的存在？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经过这2场大战，他夏言必然是强弩之末。我们现在就集结所有力量上过去，趁他病要他命。果然，谁都不想成为炮灰。可笑。桓雄大人，您刚才为什么不将您的发现告知众神？告诉他们，告诉那群自私自利的蠢货。神木，我通过神力回溯，看到了那一战的最后。此战，炎夏大胜，结束了。狱主，接下来，狱主不要，狱主。那只是个名叫夏言的人类，根本不是夏言本尊。他是靠引爆了自身本源和神魂，强行提升位格，才换来了那同归于尽的一击。现在的他身负重伤，濒临死亡。那炎夏呢？你还不明白吗？根本没有炎夏，炎夏早在诸神之战中就死去了。华国有36招兵法，他依靠一些保留下来的手段和底牌，斩杀虚祖之难，其实是给我们上演了一出空城计。而他的代理人夏言，仅仅只是一个凡人，一个濒死的虚弱凡人。更妙的是，现在只有我发现了这件事。只要我们抢先一步杀了他，就能夺走炎夏的一切底牌，吞掉整个华国诸神的神力与气运。届时，什么宙斯、奥丁，都要向我们大韩神国俯首称臣。我们将成为新的6道之首。我明白了。召集所有精锐，我们秘密潜入炎夏。狱主，狱主，如今您的身体即将崩碎，仅有一点魂力维持生机。我等不愿放弃，定为您寻来法宝灵物。主人，你好好睡吧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狱主，事不宜迟。全都离开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太好了，桓雄大人果然神机妙算，那小子真的要死了。等我们吞了炎夏的气运，什么宙斯、奥丁都得跪下。到时候我让雅典娜天天给我倒酒。炎夏他所有的底蕴和底牌，都将是我们的。太好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这就去吞了他。别急，先去探查周围是否有埋伏。还是桓雄大人思虑周全。禀告大人，方圆100里之内没有任何埋伏，
只是什么？只是我们发现整个炎夏境内出现了大量的人类异能者，他们正在有组织地分发一种名为上清丹的丹药，并且成立了组织，正在高效地清剿丧尸。整个炎夏大地秩序井然，与其他神国子民被屠戮的乱象完全不同。一群蠢货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庇护那些蝼蚁般的人类？炎夏的底牌竟然也压在一个凡人身上，真是可笑至极。不过也多亏了他们的愚蠢，这才便宜了我们。既然探查完毕，确认那小子彻底昏迷，神魂即将消散，那么就立刻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给我上！夏言，炎夏，我们的一切都是我的了！什么？等了这么久，总算钓到鱼了，只可惜，好像是条不怎么入流的小杂鱼。可恶！快放开大人！大人！啊！哼哼，一群跳梁小丑，还真敢来！人家可是等候多时了呢。不可能！这是陷阱！我明明亲眼看到，你已经逼死了。神力回溯是不会骗人的。你看到的，不过是我想让你看到的罢了。我不信，你一个凡人之躯，强行承载黄金神格与万千对撞，怎么可能不死？这违背了世间法则。是啊，为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混沌初开，清浊自分，天地间孕育奇物，名曰九品金莲。昔日太乙真人以此莲为哪吒重塑莲花真身，使其脱胎换骨，不死不灭。此乃世间第一。而今大兄弟之主与梵天一战，超越内核，凡人之躯承载王级神力，以致崩溃边缘。然玉主斩杀梵天，鲸吞无尽魂力，一举冲开镇魔塔第3层封，此乃天命，亦是机缘。贫道愿以此莲为玉主重塑仙躯，恭贺玉主再登神位。你的身体撑不住了，你终究要死。我走。今年重塑肉身，这不可能！一个凡人竟然真的铸就了仙躯！仙躯没够，多亏了梵天慷慨地为我的仙躯提供了95%的能量，至于剩下的5%，就要劳烦各位一臂之力了。他一开始就想收敛神明，我们却自作聪明踏入了陷阱。快跑！想走晚了。
放我！我走！先驱100%完成。我老人家活了这么久，从未见过如此造化。玉主本就著有筋骨，如今再得先驱加身，从此以后，玉主便是真正的金刚不坏，水火不侵。王旗以下的力量，再也休想在您身上留下一丝伤痕。恭迎玉主！神躯大成，再进一步。这是什么事？恭祝人皇神躯大成，再进一步。恭祝人皇神躯大成，再进一步。手刃梵天，击杀冥王，吞噬浣熊，这些自视甚高的神，都将成为我重塑炎夏荣光的垫脚石。如今剩余的6道邪神，手鼠两端，各有算计，更不敢轻易踏足我炎夏半步。这正是我等发展壮大的好时机。启禀夏王，西征信度大胜归来，我方异能者精锐，已可腾出手。属下已拟定净土计划，将同步与龙国大地、东南、西北、中5大洲进行整合，并肃清残余丧尸。待计划完成之日，便是召开万州大会之时。届时，所有州的异能者代表将前来觐见夏王，共商对抗邪神大计。老大，这活必须交给我，我保证把中州给你整得明明白白。谁不服，我削他！哎我。夏王，北州苦寒，丧尸凶猛，我去，我愿为您镇守国门。敢和我抢？夏王，让我去吧。东周沿海情况复杂，非我老马不能平定。只要能为夏王分忧，小女子去哪里都可以哦。夏王，让我去吧，让我去，让我去。年轻人呐，就是沉不住气。这是上清丹，还有，天哪，是灵元，是能助人突破5阶门槛的灵元。夏王，老身有一个不情之请啊！这灵元，我操，大巫你怎么不讲武德，搞偷袭？哇，都是灵元呐！给我留一个，好多灵元呐！此战艰辛，出力者人人有赏。哇，这么多！灵元，谢夏王赏赐，我等愿为夏王父子。未来的战斗会远比今日残酷，邪神环伺，末日未终，但我们定能为龙国这片炎夏大地活出一个真正的未来。夏王，我等誓死追夏王。为炎夏，我为未来。小云，紧张吗？北周的丧尸据说因为严寒，变异的格外凶残。有点，但更多的是期待。我想变得更强，强到能真正帮上哥哥的忙，而不是永远躲在他身后。你能这么想就很好。江总正在和北周幸存者基地的首领们谈判，整合力量，而我们就用这场战斗来向他们证明我们的价值。
500年。回禀吴王，世间死气大盛，远超预期。您得以提前苏醒，此乃天命所归。天命？本王即是天命。当年本王修行邪术，以1成万民为计，练就这不朽尸身约2万尸兵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君临天下。不知如今是何年月，哪位皇帝执政？无妨，待本王这2万大军杀出，绞杀一切活物，再将他们尽数转化为我麾下尸兵。届时一路南下，兵锋所指，何人能挡？吴王将坐拥千秋万代的不朽江山，永世为主。永世为主。去，抓2个活人来，本王要拷问一番，问问这世间的形势。大王此番苏醒，必定所向披靡，成就大业。这是何物？本王让你们去抓活人。启禀皇上，方圆50里内并无活人，外界尽是此。什么？全是这种东西？难道有人在与本王做同样的事？不可能！就算有，又能如何？本王有2万精锐士兵，外界的散兵游勇，岂是本王大军的对手？众将士，随本王出征！我倒要看看，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在本王的地盘上？这怎么可能？原来本王之所以能提前苏醒，是因为这数十万丧尸被灵魂的引力吸引，聚集于此，他们散发的死气，反而成了本王苏醒的养料。如此多的丧尸，竟无人类军队前来清剿，难道这个世界已经被丧尸彻底侵占了？靠这2万士兵去打这无穷无尽的丧尸，这些东西又不能被本王转化，打一个少一个，纯纯的消耗战，岂有此理！本王沉睡1000年，醒来竟是这般光景。王，您看那边，有活人！活人？女人？来吧，我不会再永远躲在哥哥身后了。应云针，去！小云这么厉害，我也不能落后了。好，真是太好了！如此优秀的女子，杀了岂不可惜？本王决定了，抓住她们，成为本王的新娘，为本王诞下下一任狮王。白老师，小心，他们上来了。如此强大的女人，正好配得上本王。恭喜吴王，贺喜吴王！但收服此2女，左拥右抱，再以这2万大军横扫天下，登基为皇，指日可待。说得好，江山美人，本王全都要。吴王神威盖世，这登场的威势，定能让这2个凡人女子吓得跪地求饶。白老师，你看。
那好像是一句千年老江。死气凝而不散，尸身不腐不朽，实力已经达到了降级巅峰，真是稀奇。没想到北周这种地方还能孕育出这等邪物。你们不怕本王？啊？为什么要怕？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，本王弹指之间便可取尔等性命。是吗？那我们倒想领教一下。我才不会怕你。好，有意思。本王就喜欢驯服桀骜不驯的野马。本王问你们，如今这世间是何人为王？当今世间，自然以夏王为尊。夏王，无名之辈，待本王先收服了你们，再去取那夏王的人头。啊？井底之蛙，焉知夏王的强大？放肆！竟敢嘲笑本王！给本王死来！小心，小心！白老师，女神，躲开了，是水泥吧？这个我看你怎么躲！玄武盾，开！怎么可能？王上的一击，竟然被这两个女人如此轻易的化解了。有点意思，看来是本王小看你们了。众将士何在？现在，本王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臣服于我，做本王的女人，为本王诞下子嗣。将来，本王可封你们为贵妃，还不跪下谢恩？区小将，也敢口出狂言！你若现在跪下，给小云磕头道歉，老夫倒是可以考虑让他收你做个看门小弟，留你一命。什么东西在说话？给本王滚出来！否则，我就碾碎这护盾，然后，那是玄武之影。这股气息，是传说中的神兽玄武。什么？真的是玄武？果然，本王才是天命所贵。传说得玄武者为真命天子，今日神兽现世，正是为了辅佐本王登基为皇。不听劝告的蠢物，那就只能让你消失了。拍得好，就让本王看看，你这神兽有何资格追随本王！玄武，你不过是降级初阶的实力，你根本不是本王的对手，还不肯服输吗？本王已是这世间第一强者，臣服于我，本王将带你君临天下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老夫辅佐？老夫将永远追随夏王。夏王，又是他！要是这个无名之辈抢在本王前面，本王现在就杀了夏王，将他的头颅踩在脚下。到那时，你们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天下之主。上钩了！计划通。就凭你还想杀夏王？你敢质疑本王？你可知道这些是什么？不过是一群低贱的活尸罢了。错，这些全都是夏王以无上邪术，将天下活人转化成的不死大军。兵卒不死，夏王不灭。就凭你，这辈子都别想杀光他们。
原来如此，本王就说，这世间怎会有如此之多的活尸？原来是那个所谓的夏王搞的鬼！雕虫小技，看本王如何破了他的邪术！全军听令，将这些所谓的夏王兵卒给本王诛杀殆尽，一个不留！白老师，他真的信了？脑子不太好，倒是省了我们不少事。一群蠢货自相残杀，正好乐得清闲。不错。不堪一击！你们两个，还有你这头神兽，随本王回宫。本王要让你们亲眼观摩，那个所谓的夏王是如何被本王一点点玩死的。你叫我们过去，真的不后悔？后悔？本王字典里没有这2个字。少废话，跟本王走。这说不定哥哥会直接把他的王宫都拆了。老夫最喜欢看乐子了。那就走吧。看到没有，这就是本王的宫殿。1000年前，本王便是这片土地的绝对主宰。如今，本王归来，整个炎夏大地都将重新匍匐在本王的脚下。这壁画上刻画着本王生前的赫赫功绩。本王将一统炎夏，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亡灵帝国。届时，万国来朝，诸神俯首。而你们将成为本王的王后。来吧，穿上魂服，与本王共享着无上荣光。他是不是脑子真的有问题？这审美真是一言难尽。报，启禀我王，方圆100里之内，所有活尸已被我军清洗殆尽。好，听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们那个所谓的夏王，他的兵卒在本王的铁蹄之下，不过是一群土鸡瓦狗，不堪一击。传令下去，大典即刻开始。本王今日便要在此地登基称帝，迎娶王后。恭喜我王，贺喜我王！哦，我王即将登基，如此盛世，岂能没有万民朝贺？我愿联系炎夏各州的人类首领，让他们前来觐见，向未来的天下之主献上他们的忠诚。准了，本王倒要看看这些苟延残喘的人类会带来什么有趣的玩意儿！遵命。吴王登基大典，迎各州县礼。东州首领鱼龙王献上深海异种龙纹礼仪队，贺我王登基大典。东周鱼龙王拜见。未来的天下共主，愿您五运昌隆。好，东周很好。此座西周首领大巫献上千年血玉灵芝一株，贺我王君临天下。西周恭贺新王。西周有心了。入座，北周首领吴小兵献上极北变异雪熊、白鹿各一头，贺我王万寿无疆。北周前来观礼。好一头凶兽，本王喜欢。南州首领豪哥献上3阶丧尸金盒1吨，贺我王一统寰宇。
南州前来拜见，这些玩意儿给新王当个贺礼。好，好，好，南州大大的好。中州首领袁立献上贺礼，神秘大香一口。恭贺某中州，你们给本王带来了什么惊喜？我等恭迎夏王亲临。啊！听说有人要替我登基。夏王，你们竟然是来朝拜他的！哼，本王成了小丑，本王精心准备的登基大典，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。原来你就是他们臣服的那个夏王，很好，非常好。那本王现在就当着他们的面，亲手杀了你！本王倒要看看，他们的王死后，他们会是何等绝望的表情。届时，你们都将归于本王麾下。出来吧，我的士兵！这老粽子是不是睡太久，脑子瓦特了？敢跟老大这么说话？看在你替我清扫了不少活尸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挑战我的机会。只要你能让本王移动一步，就算你赢。放小儿，找死！万鬼朝宗，尸神血海！哼，萤火之光。什么？可恶！本王对，不可能！本王全力一击，他竟然一动不动就化解了。那是什么力量？为何如此恐怖？这不是人，这是神，是真正的人皇，是执掌万魔的神明。小王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夏王神威。小王愿为夏王做下走狗，求夏王饶小王一命。你的命要看你的价值。小王明白，小王愿带领麾下所有士兵，为夏王清扫世间所有丧尸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为夏王不死，我等誓死追随夏王。清扫丧尸只是重建炎夏的第一步，接下来新的秩序要建立，就要先让那些对我们炎夏大地虎视眈眈的众神付出代价。混沌金莲，重塑先驱，这一代的人皇竟已成长至此。只是此番神战凶险万分，他真能救世吗？若是一招不慎，眼下先机荡然无存，届时自狱主获得金莲之时，我便有所怀疑，这股气息果然是你申公豹。哟，这不是雷震子失职吗？怎么得了狱主赏赐，实力大增，就敢来我这儿耀武扬威了？休要胡言！申公豹究竟有何图谋？图谋？我能有什么图谋？
不过是当年欠了太乙师兄一个人情，答应他在此地静候，并在合适的时机献上金莲罢了。如今金莲已现，人情已了，玉主也已脱胎换骨。至于接下来的神战，与我何干？我可不会帮他。我本为邪，游戏人间，在我看来，死亡才是一切的终局。这世界毁了，岂不更好？你敢！我警告你，若敢妄图伤害玉主，必将你撕成碎片！看看，昔日的阐教先锋，如今竟对区区凡人训成了忠犬，能力是变强了，可惜这脑子嘛。申公豹，如何？我说无益。去吧，本座倒要亲眼见证这最终的神战，究竟是你们炎夏诸神笑到最后，还是那些外神更胜一筹？拉斐尔，环雄那个蠢货果然自投罗网了。正是如此，他的神魂烙印消失了。我早就察觉他不对劲，在他身上留下了一枚观测之眼。我看到了，主导一切的是那个名为夏言的人类。区区人类？人类？不，那片土地叫炎夏，它残留的剑意至今仍无法磨灭。当年的炎夏，一剑便差点斩碎我的神格，整个神界都为之胆寒。现在，这个继承了炎夏之名的人类，是否也能代替那个怪物，再次与众神为敌呢？大战即将开始了。梵天已死，环雄中计，但他们也为我们探明了虚实。所谓的炎夏早已死去，如今支撑大局的不过是一个名为夏言的人类。他虽已重塑先驱，成就半神，但终究不是真正的神。主动出击，以绝对的实力碎一切阴谋诡计。碾碎他们还不够，我要将那片土地变成我新的游乐场。全军出击！出击！老大，他们真的会来吗？俺老黑都快等不及了。外神骄狂，必会前来。只怕他们想不到，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的惊喜。玉主，一切已按计划布置妥当。此次异能者聚会，名为朝拜夏武，实则是将炎夏所有异能者种子尽数聚集，藏于狮王地宫之内。再加上我老人家的玄水大阵和玄女的隐匿阵法，就算是王级神明亲至，休想找到他们。很好，这些人是我炎夏未来的希望，不容有失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只等瓮中捉鳖，关门打狗。外神联手入侵，我炎夏大地竟一直在与诸天神明为敌，我竟只着眼于人间朝堂的方寸之地，真是井底之蛙。请转告夏王，
我愿率麾下10万士兵，为炎夏效死，与外神血战到底。狮王不必如此，夏王另有安排，此战不在炎夏大地。什么？不在炎夏？外神大军不是已经杀过来了吗？战场又在何处？也罢，让你们闲着也是闲着，就给你们直播一下这场神战吧。那就是神战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那里面是真正的神魔吗？我好像看到雷震子了。那造型独特的，不正是雷震子吗？我从小看《封神榜》长大，想不到竟然能真正看到雷震子。哇，快看，好高大，好伟岸的狗熊！那应该是黑熊精。大黑熊旁边还有个小乌龟。小乌龟，我老人家可是上古4大神兽之一，镇压妖魔的玄武。这就是镇妖的玄武，太强大了！哥爷爷最厉害了。还是小云可爱。妲己，好美啊！我想摸摸妲己的尾巴，不知道行不行？居然有人敢肖想妲己大人！为什么？去死吧！真是找死都不知道怎么找。嘿嘿，红孩儿好可爱呀！这纯魔童降世的家伙，你们没见过他在仙都之战时的样子。那可是能将整个城市化为火海的魔鬼，真正的神仙，救天玄女，太美了。夏王竟然统领如此多强大的神魔，这才是真正的君王。我如同沧海一粟，竟妄想取代夏王。别说他了，夏王身边任意一人都能让我灰飞烟灭。如此阵容，看对面怎么打。没错，就让我们看看那些外神如何在我炎夏神魔面前吃瘪。炎夏，接受审判。来了，外神大军。炎夏，接受审判吧。炎夏，接受审判吧。以神国之名，以神罚之芒，横扫尘寰。怎么可能？炎夏大地，一个异能者都没有。参与信度之战的异能者都消失了，这不符合常理。难道他们躲起来了？或者……不，一股剧烈的神力波动，虽然驳杂，但极其强大，定然是夏言本人。那就省事了，直接杀了他。为了根基，这炎夏自然土崩瓦解。全军出击！炎夏，你束手就擒吧。在这里战斗，才不会伤及城市里的普通人。毕竟丧尸末世因你们而起，我好不容易重新建设到现在的地步，不允许再被破坏。可笑！夏言，你被我们4大王级围攻，死到临头还在关心那些普通人类。果然你和炎夏一样愚蠢。当年他要是肯加入众神的餐食，将炎夏的神脉与黄金树融合，以世界普通人类为养分，
又怎会开启诸神黄昏之战？身为神，竟然站在普通人那一边。言下与他那一脉的东方诸神，真是可笑无比。原来如此，神脉之争。我走在神之道上，是被选中的人。黄金树，看来除了炎夏东方这一脉的神明，其他世界诸神都已加入了名为黄金树的神脉。可惜黄金树太弱，我们这边的神都不屑。无知的凡人，弱！黄金树才是六道之首，更是生命本源，是支撑地球的巨木。只有加入黄金树，与其共生，才能真正永生不灭，成为圣。圣？这神脉之争，恐怕比我想象的更加复杂，更加深远。行了，不废话了。冥顽不灵的凡人，我倒想看看你夏言要怎么活下来。哼，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炎夏诸神真正的底蕴吧。这股气息，快退！被吸住了！不！有朋自远方来，无意越乎。诸位，进来做做客吧。镇魔塔开！魂力达到9阶之后，我能控制的镇魔塔权限变得更多了。就拿你们试试这全新的力量吧。我的神力被压制了30%。这里的规则在排斥我们，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哼，不过是一个次元空间罢了，类似梵天的母巢。只要杀了主宰者，空间自毁。不错，我们有数千天使大军，直接碾碎这座塔。杀！碾碎它！果然是恶客，竟然还想反杀主家。可惜，在这儿我就是规则。他居然可以操控劫雷，这种雷暴蕴含毁灭之意，可劈断神魄。小小异次元空间，竟然有此神物！救命啊！玉主，吃不多长翅膀的鸟人，俺今天终于能吃顿饱的了。熊瞎子就是道吃，那你可得多嚼2口。这些王级鸟人的骨头可是有点硬啊。王级又怎样？嘿！小爷我可是圣婴大王，好了这几个鸟人吃掉，小爷说不定也能原地进阶王级。不可大意，对方有4位王级，这便是一群乌合之众，连王级都没到的妖邪，也敢挡神之路？你们还没看清这局棋吗？藏匿众人是为了请君入瓮，借塔困敌乃后继之策。真正的杀招是以阵法牵引镇魔塔的杀戮之力。9天引煞阵，开！很好，战力增幅之下，可以好好陪他们玩了。这是什么秘法？哼，还没完呢！救命啊！诸位，猎杀时刻到！可恶！来吧，妖物！嘿嘿。
喂，那边的鸟人，以前在火焰山，小爷最喜欢烤鸡翅了。你这背上有6个，一定很美味吧？你这罪孽深重的恶童，竟敢亵渎神威！天罚，斩击！来得正好，漫天莲华！这破坏力也太惊人了吧！帅级的垃圾，也配执事神的光辉？天堂庇护啊！看招！老人家，我这壳都没这护照印，这要怎么打？玄武大人，别藏私了，用那招吧。不行，那太羞耻了，有辱斯文呐！况且，还在直播呢。你们这群低贱的东西，竟敢如此羞辱神圣的天使！小云，不要看！啊，这就是龟爷爷说的特训吗？不对，你们看玄武的甲壳。去吧，紫焰玄武，攻击！怎么可能？被击穿了！粗鲁的生物，一点都不优雅。装腔作势的家伙，今天吃了你这黑毛鸟人！忘了，你的翅膀也是黑色的。来，接我一招，以山天开！无知，你们根本不知道何为王劫，毁灭黑光，有点厉害呀！ 50%的速度，让我看看，距离王级还有多远？好快！九霄风雷劫！是幻影！哼，认清现实了吗？你的速度在我眼中毫无意义。是吗？我竟然被你这种低贱的垃圾伤了！我操，牛逼啊！雷震子大哥他变得更可怕了，之后对我们的训练，恐怕也会是地狱级的。完全看不清楚，这是神仙打架呀！打的倒是有模有样。哼，这小子有点意思。哪有那么简单？燕氏军团纵横1000年，底蕴还没露出来呢。你既然这么不看好，何不去帮一把那小子？世界迟早要毁灭，何必白费力气？人生在世不称意，躺平摆烂看好戏。言下自与他人不同，为了虚无缥缈的承诺而搭上性命，愚蠢！死！你们都得死！所有人都得死！好，都死了，他们都死了，继续睡吧。死了好。不可饶恕！你们这些蝼蚁！看哪儿呢？别看了，接下来是你和我之间的对决。审判之火，将你连同灵魂与躯体一同燃烧殆尽！审判我，你还没那个资格。怎么可能？这股力量，你不过是区区一介凡人，怎么可能拥有此等力量？凡人，凡人也可屠神灭佛。
这就是所谓的4大天使长之首，这么菜吗？夏言，你这卑鄙的爬虫，你竟敢如此亵渎神灵！神灵，不过是长了翅膀的鸟人罢了。我会把你的灵魂抽出来，放在审判之火上灼烧万年。这种狠话我听过800遍了，能不能整点新鲜？米迦勒，拉斐尔，以主之名，开启天堂之门。什么？现在吗？以创世者的圣名，以万道圣光临世，借审判天平之威，承希望号角之运，燃天使之魂，聚神之卫力，破戒引灰，天堂之门开！我操！对面 K 挂了，竟然也开始叠 buff 了。这种级别的战斗，我们果然连靠近的资格都没有。哎，黑毛鸟人，你们的合唱团看着挺可口啊，不知道尝起来是什么滋味啊？想死！妈呀！林清，认真点儿，你我虽有阵法加持，抗王级不容大意。路西法，别玩了，与我合力，先把这个卑鄙的东方妖魔碎尸万段。啊！大黑鸟，别走啊！还没玩够呢。丘比特唱诗班会持续给天使增幅，必须先清理了。路西法交给狱主。没问题，不就这群小娃娃吗？看俺老兄一口一个。哼，你的合唱团一会儿就该改奏哀乐。嘴硬。哼，追！去死！破绽！哼，被增幅过的鸟人果然强了半分。你在阻拦我们靠近那处，我倒要看看那是什么。进来了，那是万雷齐鸣。宣道，虽已经连住，却始终冷眼旁观，不愿露面。无论如何，申公豹，小子夏言要多谢您救命之恩。哼，受人之托而已。狱主忙着战斗，我就不掺和了。就是麻烦离我这小房间远一些，扰人清静，可不是君子所为。听雷震子说，大叔你虽然表面摆烂，实则有堪比王级的战力。既然如此，这场战斗还请出一份力。哼，免了。小道自认实力低微，堪比蜉蝣。这种影响世界神级格局，乃至万千生灵的战斗，小道高攀不起，高攀不起啊！拜拜嘞！倒是识时务，竟敢炸我！小子，继续！谁说的？去！你什么意思？这枚令牌乃是连接镇魔塔与外界的唯一钥匙，更是真正的控制核心。什么？啊！诸位都是王级神明，对能量的感知在我之上。我有没有说谎，你们心里有数。现在我郑重将这枚令牌交托给申公豹大叔，持此令者可洞开塔门，解除隔绝外界的封印，将这群鸟人释放为人间。之后他们定然四散而逃，以神力离过我檐下每一寸大地，杀光每一个异能者和活着的生物，彻底断绝檐下根基。如果这是你想看到的，那么就由你来做出最后的选择吧。檐下文明是灭是存，申公豹，结果就基于你一念之间。
言下文明，那块令牌必须拿到手。等冲出去，彻底灭掉炎夏文明。人为所至，万物臣服。决定吧！言下，你个小王八蛋，算你狠！滚开！别打扰，老子睡觉。被吞了！哦，藏得够深呢。装神弄鬼的东西，终究只是个阶下囚。一起上！我走。申公豹还真有两下子呀，一打4都不落下风。他城府颇深，向来深藏不露。玉主这一手，算是把他逼到绝路了。哎呀呀，申公豹大人威风凛凛呢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几个是不是可以歇一会儿，看看戏了？我老人家也觉得，活动筋骨这种事儿，还是交给年轻人比较好。看戏，成群混账，是你们逼我的！有命！什么？让菲尔！在到你们了！我靠，这摆烂大叔才是最狠的那个！我去死！啊！妈的，这货疯起来比我还猛！王级虽然恐怖如此，哇，好厉害！封神大战的神话传说里，是不是把申公豹写弱了？趁此间隙，彻底绞杀丘比特。没问题。可恶，不能再放任他们了，开启吧！既然这凡间容不下主的荣光，那就让他在审判中彻底毁灭。血祭兽身，唤醒中烟，降临！之命，进行末日审判，把心中有罪者解永恒苍白。申公豹，少主服！凭什么？申公豹有罪，我有罪我错了。这是针对灵魂的绝对毁灭，那不是灵魂，只要是生灵，就必有愧疚。审判灵魂，那也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资格。申公豹的愧，没分，妲己的债，我来偿。言下众生，诸神救护万载岁月的罪罚，尽数归于我身。不是我，竟然你已经凡胎，向众生赎罪，这会让你魂飞魄散。赎罪，要让你们这些鸟人明白，这片土地
由你们来审判。呀！都给我收！下。承载众生之罪，那便连同众生的未来，一起在这里葬送吧。人有七情六欲，谁能不罪？站在高处审判他人，才是最大的罪责。这世间的罪，我吞了；这地狱的罚，我受了。以此罪孽，化我为剑，斩！不可能，这是亵渎，这是对主的。去你妈的主！师兄，这就是你选择守护的人吗？我争了一辈子，算了一辈子，原来我连一个凡人的气魄都没有。太乙，你臣服的是炎夏，但我申公豹臣服的是这个男人夏言。这个凡人究竟……哥哥！米迦勒死了。诸神崛起，炎夏，你们以为赢了吗？路西法，有那个办法阻止他们，绝不能让几千年前的事再次重演。加百列，我明白，能打败怪物的是有更恐怖的怪物。夏言，我地狱剑。炎夏，你什么都阻止不了。那是地狱的气息。狱主，情况不对，刚才那股气息是地狱。地狱和我们的地府冥界有何不同？天壤之别。我们的地府是轮回之所，掌管生死秩序，但地狱那是基于包括神明在内的无数生灵，其七情六欲交织而成的梦魇世界，一个能玷污神灵的精神深渊。传闻路西法就是曾被地狱蛊惑才堕落，而地狱之主撒旦是足以与至高神抗衡的王级顶尖存在。路西法自裁是为了让地狱接引他，恐怕他将以地狱七原罪君主的身份归来，届时炎夏诸神将要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精神污染，我们的神魂未必能抵挡。哎呀呀，多大点事儿，瞧把我们玄女大人给愁的。办法也是有的。日式陨落留下的圣枪碎片，天平残骸，你什么时候摸走的？嘿嘿嘿，手快有，手慢无嘛。天使军团当年战胜地狱所用的宝贝，咱们完全可以废物利用一下。这不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吗？你又是从哪儿顺来的？什么叫顺？我这是借来研究研究。我操，那是
蟠桃，当心，这该不会是我想的那根吧？好家伙，这家伙是把天庭给搬空了吗？难怪当初封神榜上没他好位置，这手脚也太不干净了。哼哼，我只是个收藏家。有了这些还不够，要想对抗地狱污染，还需要最关键的一味药引。什么药引？佛子的舍利子。集齐这些东西，再以玉主你的灵魂碎片为主导，我就能炼制出一种专门对抗精神污染的清心镇玉符。动用玉主的灵魂碎片，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？没办法，只有玉主这种吞噬过无尽罪孽、意志力堪比神魔的人，他的灵魂力量才能作为核心，镇压地狱的邪念。我同意。玉主，但去哪儿找佛子的舍利子？别急，山人自有妙计，待我请上一卦，算尽天机。别急嘛，起卦需要时间和机缘，待贫道神游一番，寻得机缘去也。这就是天使之力的回馈吧。不仅这魔塔在进步，连我与他的契约也变得愈发圆融，仿佛他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异能、魂力都进化到了9阶。现在，我终于站上了王级之巅。这是。不错，进步比我想象中快。又见面了，炎夏，你怎么？我的记忆碎片化作多个锚点，停留在你的识海。如今的我，正是锚点之一。原来如此，过早扛起这份责任，累吗？但这是夏家的宿命，也是你的宿命。夏家的宿命。大凶御令牌就是承担夏家因果的幸运，日后你会明白的。现在先解决眼下的麻烦吧。你身上沾染了地狱之气，我就知道那群家伙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嘿，教你点好玩的。身外化身，虚实相生。再送你个小玩意儿。这瞳孔有点意思啊！继续成长吧，夏言。王级巅峰只是力量的开始，王级之上的风景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就要去看看了。算到了，算到了！在那极虚之地的流沙荒漠之下，藏着金蝉子的法身遗退，也就是佛子舍利子。金蝉子，传说中十世修行，而后转世唐僧，西天取经的高僧。不错，但这是他某一世的舍利子，和后世的唐僧并非同一人。